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1月18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喜欢听中文故事的同学，欢迎大家在台湾时间的晚上9点跟我一块儿来听故事。听我说故事哦。好，那么今天的故事呢，有一点悲伤，应该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哦。好，希望你们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么，但是这种事情呢，又常常发生哦。好，欢迎 Hardwin 还有 Mandarin Alexander 来听我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那么你也可以成为我的 YouTube 会员，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我的工作哦，谢谢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呢，叫做外遇。外遇，好，什么叫做外遇呢？另外一个词汇叫出轨啊，两个词汇的意思差不多。外遇就是先生或者太太在外面有了另外一位爱的人，那么而且呢进而发生了关系，所以这个叫外遇。你对你的先生不忠，或你对你的老婆不忠，我们就可以叫做外遇。在外面有别的男人或者是女人，这个就叫做外遇或出轨。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故事。好，对，不忠，很好。夜深了，林峰刚回到家，他动作很轻，蹑手蹑脚的开了门。好，夜深了，表示现在可能已经半夜了，凌晨1、2点了。我们中文就可以说夜深了。林峰是今天的男主角，刚回到家，他动作很轻。好，动作很轻呢，通常是什么原因呢？他不想让别人发现他，所以他的动作会很轻，他不会做出很大的动作，表示他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蹑手蹑脚的开了门。好，各位同学，蹑手蹑脚是一个成语，你会这样走路你的脚尖会垫起来，脚尖垫起来，这是你的脚，对不对？脚尖垫起来，你会这样走路叫蹑脚，蹑手就是这样，你的手这样放，避免发出声音，这个叫蹑手蹑脚。什么时候会蹑手蹑脚呢？一样，你不想让别人发现你的时候，你会蹑手蹑脚的走路。小偷可能会这样走路，因为小偷要偷东西，他不想发出声音，他不想让别人发现他，所以小偷在偷东西的时候会蹑手蹑脚，小偷的动作很轻好，开了门悄悄的也可以，悄悄的也可以，悄悄的开了门。蹑手蹑脚更有那种画面感，对不对好像小老鼠一样，鬼鬼祟祟的，好像小老鼠。好，谁帮我打一下鬼鬼祟祟的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打开灯，林峰发现妻子赵雅还没睡，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鬼鬼祟祟好，那林峰他打开灯，发现他的妻子，他的太太叫做赵雅还没睡，夜深了还没睡。那赵雅呢，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应该是在等她的先生林峰。好，我们再往下看，看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好，赵雅面无表情，冷冷地说：“你今天又加班了吗？”好，他的妻子赵雅面无表情。当你面无表情的时候，可能其实你是很生气的，或者你对这个人很失望，
或者你不想要理这个人，你会面无表情，冷冷的 coldly， 冷冷的说，你今天又加班了吗？好，那加班我们都学过了，就是你在公司里面工作的很晚很晚才下班，就是加班的意思啊。好，面无表情是一个成语啊。好，一般来讲，你面无表情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心里很生气，或者你很讨厌这个人，或者你根本就不想理这个人啊，你会面无表情。那也有可能是你很累，有时候你很累的时候，你会面无表情啊。好，林峰愣了一下，支支吾吾的说：“是呀，公司最近事情多。”好，林峰愣了一下，愣就是傻住了，发呆了一阵子，愣了一下，像老师现在这个表情，愣了一下，呆住了啊！你突然不动了，你突然傻了啊！好，林峰愣了一下。支支吾吾的说，好，如果你支支吾吾的说，有可能是伤心啊。支支吾吾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就是是呀。那支支吾吾表示你一句话不会说得很清楚，很有可能是你很紧张，很有可能是你说谎，所以你会支支吾吾的说话。是呀，公司最近。你可能很紧张，或者你正在说谎，你会说话支支吾吾的啊。好，那面无表情是不动声色，不是哦，Tracy， 不动声色可能是你故意啊，你故意不去拆穿别人做的事情，你会先不动声色啊。面无表情只是单纯的指你的表情，你的脸没有任何的表情而已。不动声色可能是你现在什么话也没有说，什么动作也没有做，你在观察一个人会做什么事情，所以你会不动声色哦。结结巴巴也可以啊，结结巴巴、支支吾吾，你们可以去查一个词哦，就是我们说口吃啊，这个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有些人哦，他可能天生的，他说话就会这样结结巴巴的，可能他是口吃，他天生的。但是支支吾吾不是天生的，支支吾吾是因为你紧张、你害怕，或者你在说谎。那口吃是天生讲话会结结巴巴的，这个中文也可以叫口吃啊，口吃啊。好，理是这个理一个人，就是你去。你没有 ignore， 你会去理他，你会跟他说话，你不会冷落他啊，这个叫理啊。好，有没有问题？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发现，林峰说话支支吾吾的，那可能他在说谎，或者他很紧张。跟老婆说话为什么会紧张？他是不是在说谎？哦，好。赵雅拿出手机，屏幕亮起，是林峰和一个女人在餐厅吃饭的照片。好，各位同学，好可怕呀！这个赵雅就是林峰的太太，她拿出了手机，拿出就是这样，拿出来，拿出手机，屏幕亮起，好。屏幕亮起啊，那屏幕亮起你会看到画面，对不对？啊，有一张照片是林峰和另外一个女人在餐厅吃饭的照片。哇，天哪，好可怕呀！所以你们看到了手机上是林峰跟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他的老婆，而是另外一个可能是他的同事。还是他外遇的对象？好，恐怖的情节来了哦。好，对蓝墨说，可能赵雅发现了林峰出轨了。OK， 好。不是，理表示你会去跟他说话，
你不一定讨厌这个人，没有，而是你会跟他说话，你会想要跟他打交道，这个叫礼啊。好，照片里林峰和那个女人动作亲密，还喂她吃东西啊！天哪，这个照片太可怕了啊！林峰她的老公和另外那个女人动作亲密啊！什么叫动作亲密？就是她不是你的老婆，你怎么会摸那个女人的手？像这样动作亲密，可能你会摸那个女人的脸，动作亲密，甚至你可能会亲吻她，或者帮她擦汗，帮她整理衣服，这个都是动作亲密的表现。可是这个女人不是他的老婆哟，还喂他吃东西。你喂一个人吃东西，就像这张照片里面的一样，你会用筷子夹东西给他吃，用汤匙舀东西给他喝，这个就是喂他吃东西。当然你可以喂小 baby， 你也可以喂你的宠物，但是如果你喂另外一个女人吃东西，那就不行了，她又不是你的谁，她既不是你的女儿，也不是你的老婆，你怎么可以喂另外一个女人吃东西呢？原来这件事情已经被林峰的太太赵雅发现了哦。Tracy 说：“哎呀，林峰一定会说冤枉啊，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哦。”Tracy 你果然了解男人，我们看一下林峰会不会这样回答他的太太啊？林峰的脸色变得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碍于你的想象力很丰富哦，也许是他前妻的女儿啊，并不是，她是一个陌生的女子，对不对？好，林峰的脸色，脸色就是你脸的颜色，脸的颜色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心情或者是他的感觉，对不对？那脸色变得苍白有几种可能？我们中文说脸色苍白，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紧张害怕，所以你的脸色苍白。正常的脸色应该是红润。好，老师教你们一个词汇哦，叫红润。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的脸色应该是红润，很健康的感觉。但是林峰的脸色变得苍白，那可能紧张害怕，或者可能生病了。林峰现在看起来不像生病了，很有可能他知道他老婆发现了他的秘密，或者他现在感觉到害怕、恐惧、不安，所以他的脸色不是红润的，是苍白的啊。好，所以我们中文会说脸色苍白，会的，你也可以说脸色红润啊，都可以。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这里有省略了一个词汇一个字叫连啊，就是 even 的意思啊。好，我们曾经学过连什么什么也就是中文 even 的意思。那这里的连是可以省略的，所以你可以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就像英文的 speechless， 他说不出话来了。那为什么你们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林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老婆发现了林峰外遇的事实，所以他觉得很害怕不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或者他现在觉得很紧张，所以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害怕他的老婆会说林峰，我们离婚吧。那当然他会很害怕，他的脑子里面会想象这些状况，他老婆可能会要求离婚，或者会找他算账，对不对？好。林峰像一个演员，我也不晓得耶，这个是 AI 生成的哦。好，赵雅瞪着林峰，大声问：“别想骗我，说他是谁？”好，如果你瞪着一个人，
那表示你一定很生气。Stare angrily。如果你瞪着一个人，比如说小孩太调皮了，把房间、客厅弄得很乱，你会瞪着小孩子，很生气。或者呢，老师会瞪着学生，那可能学生犯规，或者是考试不及格，老师很生气。所以如果你瞪着一个人，那是生气的看着一个人。好，瞪着。好，大声问，别想骗我 Don't lie to me。 好，别想骗我，说他是谁。说在这里是告诉我 Tell me， 告诉我他是谁。好，那赵雅要林峰说实话，而且他现在很生气，很生气啊。艾云说林峰觉得很内疚，不晓得。我觉得林峰很害怕是真的，那他有没有感到愧疚，这个我们不晓得哦。但是我知道林峰现在一定很害怕，很不安。他有没有愧疚我不晓得啊。Tracy 说门口放着一个行李箱，搞不好啊，如果林峰没有解释清楚的话，他搞不好今天啊晚上要睡外面了。好，你们的想象力都很丰富哦。林峰解释说他是公司的同事，我们只是吃个饭而已。好，解释 explain 这个字很重要哦，解释哦。然后你们看到这个就是说话支支吾吾的，说话结结巴巴的，这个就是像这样，他是公司的同事而已，我们只是吃个饭。好，那说话结结巴巴支支吾吾的哦。好，所以其实你们发现林峰还想说谎欸。你看我看到那个照片我就知道他这个女生绝对不只是公司的同事而已。你怎么可能会为公司的同事吃饭呢？不可能。怎么可能会去摸公司同事的手，摸他的脸颊呢？所以内情不单纯啊。好，老师刚刚说内情不单纯，这个里面啊没有那么简单，内情不单纯啊，一定有些事情林峰隐瞒着太太没有说哦，所以啊，对雅玲说林峰肯定在撒谎。我也觉得，不然他为什么那么紧张、害怕、不安呢？哦，白兰说林峰就是个大骗子哦。好，内情不单纯，林峰一定隐瞒着老婆一些事情，他没有说出来哦。好，这个我们中文呢就会说林峰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有这种心态。哦，他想要把很大的事情把它说的没有那么严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哦。今天的故事好刺激，就像短视频一样。好，赵雅知道她老公在说谎，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赵雅摇摇头，那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每天都要加班呢？你告诉我你每天都要加班，但是为什么你去跟那个女同事去吃饭呢？你还喂她吃东西，你还跟她动作亲密，那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都在公司里面加班，这么晚回来？所以你肯定是在骗我呀。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己莫为啊！你想要别人不知道你做什么，除非你不要去做，才有可能。一般来说，你做了什么坏事啊，大家都会知道哦。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啊，还是不要做坏事最好。人就要做好的事情，不要做坏的事情啊。好。所以你们发现赵雅现在的心情一定很生气，对不对？因为她手上拿着手机，手机里有照片，我们可以说照片就是
赵雅的证据 proof， 所以赵雅有证据说明了她的老公出轨了，外遇了，她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而且动作亲密，还喂她吃饭，所以赵雅有证据，她有 proof 啊。好，那么这个我觉得林峰啊，现在一定是百口莫辩啊。老师教你们一个成语叫百口莫辩，就是他有再多的理由都没有办法说清楚，不是这个辩，百口莫辩。他有再多的嘴巴都没有办法解释，他有100个嘴巴他也没有办法说清楚，因为他出轨是事实，他外遇是事实，就算他有100个嘴巴他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这个叫做百口莫辩啊，百口莫辩。白兰说他可以说照片是人工智能做的，我相信赵雅的手机里绝对有很多张照片哦，所以呢一定是真的，所以赵雅的手机里面说不定有50几张照片是她老公偷情的照片，不可能是 AI 做的，对不对？哦，好，百口莫辩，百口莫辩。好，我们往下看，客厅里的气氛变得很凝重，只有时钟发出的滴答声。好，那客厅的气氛 atmosphere， 气氛变得很凝重，我们中文可以说气氛凝重，就是那个感觉很 heavy 啊，你觉得很尴尬很不安，两个人都说不出话来，两个人都很生气，所以他们不说话，客厅里的气氛变得很尴尬很凝重很奇怪，凝重的感觉就是有点，你会觉得有点尴尬或奇怪，或者你的心情会很不好，心情沉重的感觉哦。好，只有时钟发出的滴答声，那因为客厅里面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所以你可以清楚的听到滴答滴答时钟的声音，因为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客厅变得很安静，只有时钟发出来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哦。好，滴答声就是时钟的声音啊。好的，赵雅站了起来，背对着林峰，林峰走上前，却被他推开。好，赵雅为什么要站起来？因为他不想理林峰了，他想要 ignore 不理，他不理林峰了啊。不理是什么意思？ ignore。 赵雅站了起来，背对着林峰，他不想要理林峰了，他不理林峰了，但是林峰想要解释，所以他走上前，却被他推开哦，被这个赵雅推开来哦。好哦，是谁？乔玛啊，谢谢乔玛，哇，乔玛支持我哦，感谢乔玛。好，所以乔玛是一个认真负责绝对不会外遇的好男人啊，乔玛。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里哦，其实我觉得赵雅她站起来背对着林峰，我觉得她不想要再看到林峰了，因为她很生气，她觉得她的老公外遇了，她真的已经很伤心很灰心了哦，她不理林峰了。好，所以呢林峰现在走上前想要再解释，赵雅不想听了，她把林峰推开 push away 推开哦。好，赵雅说别碰我，离我远一点。她快步走进房间，用力关上了门。好，这个情节有点像你们会去看中国的电视剧里的 drama， 很戏剧化的感觉。赵雅说别碰我 Don't touch me OK， 虽然林峰是她的先生，但是赵雅觉得她先生外遇了，她不想再被她先生碰了，别碰我，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然后呢，赵雅快步走进房间，
用力啪用力关上了门，表示他很生气，对不对？他觉得对他的先生心灰意冷了，他不想再看到他的先生了，所以他快步走进房间，砰用力关上了门。你们可能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对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你会快步的想要离开这个人，走进房间里，用力关上门，告诉那个人我很生气哦，所以你用力关上了门。这个女生可以把它学起来。如果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人想要碰你，你可以跟他说，特别是陌生人，或者呢有些男人想要骚扰你，你可以说别碰我，离我远一点。好，女生可以把这一句学起来，非常好用。Don't touch me, OK? Stay away from me. 好，所以呢，女生把这句学起来，保护自己。有时候你会被男性骚扰你学这句话可以保护自己，这个人听到他就不会再靠近你了怎么那么多人捐钱给我？谢谢秀芝还有白兰，谢谢你们支持老师。原来你们喜欢这种煽情的故事啊！听到这种煽情的故事，大家都感兴趣了，大家都捐钱给我了，好像这个电视剧里的情节一样好，所以各位女同学把这句学起来，然后我们如果要表达不满、不开心，我们可以快步走进房间，用力关上门好。OK， 林峰不知所措，只能坐在沙发上，捂着脸叹气。好，那么林峰是个做了坏事的男人，他外遇了，他出轨了。不知所措的意思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I don't know what to do。他不晓得要去安慰自己的太太，但是他现在又在生气，他不能去安慰他，还是他现在应该要自己到外面找一个旅馆住，他不能够在家里了，因为他老婆很生气，还是要先离开家一阵子呢？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个叫不知所措，一定要学起来这个成语。每当你不晓得该做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知所措，你不晓得该怎么做，你不晓得该怎么办。那林峰只能坐在沙发上，捂着脸，捂着脸，叹气，那表示他现在心情很差呀，他现在心情非常不好，他感觉到不安，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OK， 你可以捂着耳朵，如果你不想听到声音的话，你可以捂着耳朵，你不想再听某一个人解释了，你也可以捂着耳朵，你也可以捂着眼睛，你不想再看到一些东西，你可以捂着眼睛，你也可以捂着嘴巴，捂就是这样的动作，捂着脸，捂着嘴，捂着耳，捂着眼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老师问你们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题1，赵雅为什么生气？赵雅为什么生气？你们觉得呢？刚刚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你们觉得这个太太赵雅为什么要生气呢？答对了，因为她的先生外遇了。他当小白脸来养家。Tracy 你的想象力真的很丰富好，有人回答说因为林峰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了。很好，你们很厉害好，赵雅的先生出轨了也可以，非常棒。好，其实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赵雅发现了自己的老公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那这个女人呢是他公司的同事，不但动作亲密，而且还喂他吃饭，所以她当然生气了对，她发现她的丈夫出轨了。好，裴静的回答很好。来，问题2，林峰说那个女人是谁？好，你们还记得吗？男人有时候做了错事，他们就想要找借口，想要找理由，想要找一些
想要撒一些谎，想要说一些谎来骗自己的老婆。所以林峰说啊，那个女人是谁？你们还记得吗？好啊，只是同事而已，答对了。林峰说那个女人啊，只是公司的同事，我跟她没有别的关系，我跟她呀只是同事关系，绝对没有其他的关系。所以林峰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林峰想要找一个借口，林峰呢想要撒谎，想要用更多的谎来圆一个谎啊。好，对了，没错，好，只是公司同事而已啊。好，我们看问题3，如果你是林峰，你会怎么做？好，这题你们可以想一想啊。如果你是林峰，你会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在故事里面的林峰，他不知所措，他什么都没做，他就坐在沙发上，捂着脸叹气。唉，所以我觉得林峰还不晓得该怎么办。如果你是林峰，你会怎么做呢？好，春娇说离婚是一个方法。林峰可能会说，其实我爱的还是外面那个女人。唉，赵雅，我们离婚吧。好，这是一个解决方法，对不对？你既然爱外面的女人，那你就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吧。你现在就跟你的原配夫人离婚吧，是一个方法。好，离婚。女生怎么都说要离婚呢？ Tracy 说，林峰应该要跟太太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呀。外面那个女人是有钱人的女儿啊，我要是跟她在一起的话，我就有很多钱了，我就可以这个给你们很好的生活呀。好，如果我是林峰，我会说明白。好，这个佩霞，我们可以说，如果我是林峰，我就会跟我的太太说清楚，讲明白，就是沟通清楚啊，说清楚，讲明白，把你该说的话都告诉你的老婆，你有什么想法都告诉你的老婆。我们中文会说，林峰会跟他的太太说清楚，讲明白啊。志忠说，我一定要找到是谁拍的，这些照片是谁拍的，怎么可以害我呢？到底是谁拍了这些照片呢？志忠会去找拍照的人。好，白兰说，如果我是他，我会拜托，不是摆脱哦，摆脱是 get rid of， 我会拜托 I will back her， 我会拜托我的妻子原谅我，我保证我不会再出轨了。这也是一个方法。如果你真的能够保证你不跟外面那个女人继续来往的话，你可以跟赵雅保证啊，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再跟那个女人见面了，我绝对不会再出轨了，我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你可以向太太做出保证。如果太太原谅你的话，那你们还可以维持这段婚姻，就不需要离婚了啊。好 Henny 说，如果我是林峰，我会忠于我的妻子，爱我的妻子，陪她到老。那么Henny 的意思就是他不会再去见外面那个女人，不会再去跟外面那个女人在一起了啊。好，雅玲会说，我会雅玲，你的意思是老公出轨了，我也要出轨，我要在外面找别的男人。雅玲，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既然我的先生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那么我要报复他，我也要在外面找别的男人。这也是一个方法。这个答案没有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个人的做法都不同，没有对也没有错，每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啊。好，艾云说，如果我是林峰，我一定会跟我的老婆赔罪，老婆原谅我，拜托，我不会再犯了，我绝对不会再出轨了啊。
OK， 哦 ，OK， 雅玲的意思是你会道歉哦，道歉 ，OK， 了解了啊。好，我会跟我的男朋友或丈夫道歉。雅玲，你的意思是 you apologize to your husband? Why? You didn't make any mistakes. 你没有犯错，你为什么要跟你的丈夫道歉呢？哦，雅玲，如果是你出轨，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如果你出轨的话 ，OK。哦，志忠说我会找那个女同事来跟我的太太沟通，或者他们可以 make peace。好，中文说 make peace 叫和好，很好，这个同学说的很棒。make peace， 或许他们可以和好啊。哦，林峰跟这个赵雅会和好 ，make peace 和好这个词记起来啊、哦。好，哈德win说的哦，他们可以和好，这个词很棒啊、哦，我喜欢这个词，和好 make peace。林峰应该给妻子时间和空间，不要强迫她马上原谅。对，我也觉得，因为他现在在气头上。赵雅现在非常生气，她在气头上啊、所以你现在去跟她道歉也没有用，她不会原谅你的。然后如果她还想继续夫妻关系，应该真诚道歉，并表达愿意承担后果。道歉要具体，要真心，很好啊、我觉得这个裴静的建议非常的好啊。Mandarin 说他再也不会信任我了，我让他伤心，不配啊。那个 Mandarin， 我让他伤心，不配当他的老公。好，你要这样写哦啊。他再也不会信任我了，我让他伤心，我不配当他的老公，我不配当他的老公啊。好，你们的答案都很棒。我们学中文就是这样子哦，我们要多多的去练习。你会有什么想法？你把它表达出来，你不要怕错哦。而且这种题目没有标准答案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词汇：蹑手蹑脚，蹑手蹑脚，动作很轻，偷偷的在做什么事情？蹑手蹑脚，面无表情，面无表情。好，屏幕，屏幕，屏幕。好，喂，好，一般我们喂小孩、喂老人、喂宠物吃东西，但是如果你喂另外一个男人或女人吃东西，那问题就大了，就有麻烦了啊、哦。好，瞪，五。好，哈德文说林峰应该要承认错误啊、很好，承认错误啊。艾云说不应该和好啊，不可以和好啊，应该要说清楚讲明白，对不对？好 ，OK， 所以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啊。那其实呢，婚姻关系跟情侣关系是最不容易的事情，真的啊，最复杂的就是情侣关系或婚姻的关系。那我们要处理好这些关系也是不容易的，希望大家都有这个智慧，能够去处理这些问题。那么希望大家一切顺利，不要外遇，不要出轨，不要拒绝沟通，我们一定要多多的跟你的另一半好好沟通，让他知道你的想法，你也要去倾听他是想的，你也要去倾听他在想什么啊，所以倾听是很重要的啊。好，那么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充满煽情、戏剧化的故事，请你直播后在底下留言，我就知道原来你们喜欢这样的故事呀。你们不喜欢成语故事，你们也不喜欢正经八百的故事，你们喜欢这样煽情，会让人哇很惊讶的哇很兴奋的这种情节，请你告诉我啊。好，那么我们星期四见，大家早点休息，晚安咯，拜拜。